请你帮我，我会对你负责的。记住妈咪，远离渣男，重获新生。耶！终于离婚了，宝贝。沈南星，你他妈就一个二手货，还是带着这么一个拖油瓶，我看哪个男人会要你？不许你这么说我妈咪！我的新爸比180，双开门，帅气多金又温柔，比你这个不疼爱我们的坏爸比强1000倍。契约结婚对象找到了吗？顾总，您放心，已经花了500万雇了一个女人配合您领证。沈南星，该不会是找了一个60多岁看大门的糟老头吧？大背头，职业装，花3000块找的结婚对象，值了。我看你才是看大门的糟老头吧？我这新老公可比你帅多了。妈咪，你不是说新爸比是个司机吗？他怎么开这么多车呀？可能你新爸比借了客户的车吧？我让他来的时候好好打扮一下，给我们撑场面。没想到这么大阵仗。新爸比真靠谱。老公，我在这儿呢。老公，我在这儿呢。哎，愣着干什么？走啊！你踩我！好狗不挡道，别耽误我领证。谢谢。1天内闪婚闪离，我沈南星还真是出息了。再也不见了，死渣男！祝你被渣被吕，公司倒闭。走，走。既然我们已经结婚了，那就加个微信，方便以后好联系。好。那个，你能不能送我去我前夫家呀？我要搬家。我没空。哎呀，我懂，你要给人家开车当司机嘛。那，我付你200块钱当车费，就当雇你2个小时给我当司机了。给。司机？我堂堂顾氏集团总裁，身价1000亿，这个女人还真把我当司机了。这就是你前夫家？没错。妈咪，就我们2个人能搬动吗？谁说只有我们2个啦？
快！走。7栋902，通通都给我搬走，一件也别落下。是。走，快！走！电脑、洗衣机、床，通通都给我搬走，还有房间里那个马桶也给我卸了。来，沈南星，你这是要造反呢？啊，你凭什么要下东西？就凭这些东西都是我买的，这些年是我起早贪黑赚钱给他开公司，他一有钱就出轨，你以为我还惯着他吗？我儿子被沈家千金看上，那是他有本事。我儿子可是公司大老板，就你这一个臭摆地摊的，你也配得上他？妈咪，奶奶的头发也是你花钱种的哟。谢谢宝贝提醒，你不说，妈咪差点都忘了。乐乐，我可是你奶奶，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呀？奶奶帮助爸比欺负妈咪，奶奶是坏人，乐乐不喜欢奶奶。妈，咱家东西呢？还不是你的结婚前妻把家里东西都搬走了。妈，你头发呢？也被他薅走了。沈南星，顾总，跟您结婚的女人不是咱们雇的人，咱们雇的女人出车祸了，没有来。今天跟您结婚的这个女人，她雇的结婚对象是个司机，腿折了也没有来。怪不得他说我是司机呢，原来是这样。不过这样也挺好，不会像其他拜金女一样缠着我没完没了。顾总，您还记得那晚救你的女人长什么样吗？我只记得她右肩上有一块蝴蝶胎记。沈南星，沈南星，你给我回来了！做人留一线，他日好相见。今天你把事情做这么绝，以后被房东撵出来的时候，别哭着回来求我。你放心，我算去要饭，我都不会回来找你。好，臭娘们儿，给脸不要脸是吧？住手！拳打女人，你不配当男人。走。哎呀，你别在我面前晃了！我跟你说啊，他把多少东西搬走都行，这孙女必须给我送回来。这孩子可是咱们李家唯一的血脉，你这抚养权必须给我争回来啊！哎呀妈，你就别添乱了，争什么抚养权呢？那根本就不是我的种。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结婚之后没再碰过他吗？不是儿子，你这话几个意思呀？实话跟您说吧，办婚礼那天，我把他的第一次卖给了顾氏集团的总裁，赚了500万。谁知道他一次就怀上了？要不是看在他一直给我钱的份上，我早就把那个野种给打掉了。你这个孩子，要不咱俩说呀啊！你气死我了！这么些年，我不是白心疼了丫头了？哎呀，算了妈，您别生气，那不过就是一个赔钱货而已，对不对？我回头啊，保证让王可给您生一个亲生的大胖孙子。好了。刚才，谢谢你啊。妈咪，你怎么能这么客气呢？你们俩都结婚了，还就是我爸比了。爸比护着妈咪不是应该的吗？为什么看着乐乐，我会感觉这么亲切？爸比你好，我叫乐乐，因为妈咪想让我有一个开心快乐的童年。
乐乐这个孩子啊，从小就是个小话痨。宝贝啊，虽然妈咪和你爸比离婚了，但是妈咪一定会加倍爱你，努力赚钱，绝对不会让你感觉到孤单和缺爱的。没关系啊，妈咪，亲爸爸带着坏女人上门欺负你，在我心里，他早就不是我爸比了。妈咪，离开错的人，才能遇见对的人。我看这个新爸比就很好。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帮忙把乐乐户口办一下。等你先见过奶奶吧。其实我和你结婚也是被逼的。我奶奶她身体一直不好，但是她想看见我结婚，我想帮她完成这个心愿。这样呀，那挺好的，我们也算是互惠互利，各取所需啦。那你现在能陪我去见奶奶吗？好。哇，好漂亮！你好，你好。对了，你奶奶怎么住这么贵的地方啊？我记得这儿1平米要上100万呢。你不是司机吗？怎么有钱住这么贵的房子啊？我奶奶在这当保姆，当了一辈子了，现在得了重病，这家主人心地很好，所以让我奶奶住在这儿。原来是这样啊。那这家主人心地还怪好的呢。乐乐，你在这儿乖乖等妈咪，妈咪和新爸比一会儿就回来，好吗？乖。哇！哎，你真是我的孙媳妇儿？是的，奶奶。哎呦，好看，真好看！谢谢奶奶夸奖。你们呀也来得仓促，奶奶也没有准备什么礼物，我呀就给你发个小红包。给我孙媳妇儿发红包啊！谢谢奶奶。奶奶呀，手里头没有现金，只有股份。这卡里头2个亿，你可别嫌少哦。多少？2个亿！我奶奶记性不好，老觉得自己是亿万富翁啊。明白。谢谢奶奶。奶奶您放心，这2个亿啊，我一会儿就花完了。好。妈咪，我渴了，想喝 AD 钙奶。乐乐，你怎么进来了呀？哎，他怎么叫我孙媳妇儿妈咪？那个，奶奶，其实乐乐是我们的女儿啊。奶奶，其实啊，7年前我就跟楠楠谈恋爱了，只不过那会儿没想结婚，所以没告诉你们。现在领了证了，这也带回来给您看看。哎，奶奶，你个小兔崽子，人家都给你把孩子生了，你还不想结婚呐？臭渣男！太奶奶，你别说爸比了。他这么不负责任，你看我怎么收拾他！太奶奶，爸比知道错了，他说以后一定会照顾我们的，会给我买好多玩具，会给妈咪买钻戒和大房子，你说对吧，爸比？对，奶奶，乐乐说的对啊。哎呀，像，太像了！都说女儿啊长得像爸爸，这呀跟你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哎呦，我越看越喜欢，让太奶奶抱一抱。哎呀，哎呦，真好，真像，不愧是我的重孙女儿，我越看越喜欢。今天我陪你见了奶奶，明天你帮乐乐把户口上了，我们就离婚吧。
我们也算是好聚好散，各自安好了。唉，还有点舍不得这个新爸比。我请你们吃顿饭吧，就当是散伙饭。在外面吃多贵啊，不如回家吃算了。讲真的，我不跟你客气，买菜钱你付。好，走。怎么开啊？这样吗？来，你试试。哎，我教你来。来喽！开饭啦！哇，哇，爸比怎么样？妈咪做的饭是不是特别香？我没想到这家常菜这么好吃啊！你怎么像没吃过家常菜一样啊？难道你之前没吃过吗？嗨，我司机嘛，平常没时间没钱，常常就泡个泡面啊。也是，看你这样子啊，也不像是会做饭的。那你今天就多吃点。你也吃。你轻一点，怎么样？我厉害吧？讨厌。爸比，这是什么声音啊？楼下的叔叔到底哪里厉害了？喂，房东大哥，我想退房，这里环境太乱了，我怕影响到孩子。那我帮你找找吧。预算大概多少啊？最好是能够离幼儿园近一点，预算大概是3到5千。行，我知道了。谢谢你啦。那个，我朋友昨天刚退房，房东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租户，应该是挺满足你的要求的。正好是学区房，而且离乐乐的幼儿园只有500米。那太好了，麻烦你帮我联系一下房东，我想明天就去看房。你想办法把我康家山庄的房子租给他。不，你直接送给他。切记，一定不能暴露我的身份。顾总，您放心，我保证做到滴水不漏。就是这儿了。这么大的房子，这是别墅啊！妈咪，我好喜欢这里啊！这简直就是我的梦幻城堡。就是你们要租我房子呀？是。乐乐，快起来！说实话，我不缺房子，最重要的是要看合不合眼缘。那房东大哥，你可一定要租给我们，我们是真的很喜欢您这个房子，而且我保证绝对不乱来，保证每天给你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啊，对，就是不知道您这么大的房子要租多少钱啊4到6千吧。 4到6千。对啊，4块到6千，最后具体租金多少钱看我心情。什么情况啊？这么便宜啊？这大哥不会脑子有问题吧？我也不知道。哎，那个你离过婚吗？
我老婆给我戴绿帽子，我自己家门不幸，最见不得别人好。我离过呀，我那个前夫就是个婚内出轨的大渣男，不管还在，还带着小三上门欺负我妈咪。哎呀，大妹子，啥也不说了，这房子300块卖你了。300块，卖给我？那真是谢谢房东大哥了！我的天啊！那你不会亏很多吧？哎，没关系，我有的是钱，有的是房，不差这一套。那真是太好了！宝贝，宝贝。演技不错呀，每月涨工资1万。顾总，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见到沈小姐有了属于自己的家、自己的房子，我是真的替她感到开心。我看她笑，我也觉得开心。总裁，您之前不是说见完老夫人之后就离婚？那现在？奶奶身体不好，不能受刺激，离婚的事情不提。以后再说吧。哎，顾总一向雷厉风行、杀伐果断，怎么这次犹犹豫豫的？难道他真的喜欢上了沈小姐？顾世耀真的总裁夫人了？这个家太好了，什么都有，不用妈咪再花钱去买了。乐乐喜欢就好。文静，房子的事儿已经过户完了，房产证明天会邮寄到这里。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哎，那个，谢谢你啊，帮我和乐乐找到一个这么好的地方。没事儿，应该的嘛。那你住哪儿？我住金陵府。金陵府？那不是有钱人住的别墅区吗？我住在距离金陵府30公里以外的郊区平房里。那你每天上班通勤挺辛苦的呀，这坐地铁一来一回要4、5个小时呢。是啊。要不然你看这样，这有这么多房间，我给你留一间。反正这房子也是托你的福捡漏捡来的，这房子我就不收你了，你只需要偶尔帮我接送乐乐上学放学就行了。你要是不方便或者不愿意搬进来，爸比，你就同意吧，乐乐不想和爸比分开。哎呀，那好吧，我们乐乐这么可爱，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你，对不对？阿姨，哎呀，到我摆摊的时间了，乐乐，你自己一个人在家乖乖的，妈咪去赚钱了。妈咪你放心，我绝对不乱跑，我就在家等你。好。我扶你下来好不好？你好，是南星女士，恭喜您被顾氏集团设计部录取了，请于本周3上午9点30分来公司报到。设计师入驻邀请函已发送至您的邮箱，请注意查收。再见。我被顾氏集团设计部录取了，以后我再也不用摆地摊了。我这就去买菜庆祝。
开启。难道她就是7年前那晚的女人？帮我查一下沈南星。来来来，庆祝我今天运气爆棚！干杯！干杯！干杯！沈南星，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什么问题啊？你说。7年前的7月30号，那天晚上你在哪儿？那天晚上，是我和我前夫的新婚夜。新婚夜，他怎么可能跟我在一起？来，碰一下吧。干杯！干杯！来，干杯！沈南星，你已经喝多了，咱们不喝了好吗？哦，行行行，不喝了，不喝了，咱们不喝了。你让开！哎，行了，已经喝多了。5年，我们2个结婚5年，除了新婚夜那天，其余时间他都在睡别的女人。我以为他不行呢。你过来，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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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儿！离了更好，离了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找其他男人了。你醒了？不好意思啊，昨天晚上喝的有点多，我没干什么出格的事儿吧？感冒了？昨天半夜上厕所，看见爸比在洗冷水澡。啊？你为什么洗冷水澡啊？没事儿，那个赶紧洗漱吧，一会儿下来吃早饭。你还会做饭？做好了叫你们。开饭了！哇，那今天是早饭是什么？哇，爸
爸比，你好厉害，居然能做出这么丰盛的早餐。那是当然。哟，这看着还不错嘛。哎，尝尝我做的虾仁小米粥，尝尝。来尝尝咱们顾大厨煮的粥怎么样？真不错呀。你别说啊，这还真挺不错的，还真有5星级的味道啊。这些都是你做的啊？你手艺有这么好？这我也没有想到，我第一次下厨就做这么好，我太有天赋了呀！哎呀，顾瑾啊，我看你这撒谎技术可比煮粥的技术高多了。这分明就是5星级酒店的粥，200多块钱一碗，这粥是金子做的呀！金子做的啊？啊，这贵，你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啊？怎么这么浪费？你好，我是今天新来设计部报道的新人设计师沈南星。啊，您好，这是您的门禁卡，请收好。谢谢。我想问一下，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记者呀？他们在等着采访总裁呢。顾氏集团总裁来了。顾总，听说今年冬季时装周你们要和陆氏珠宝合作举办，是真的吗？顾总，听说董事长老夫人正在催您结婚，请问您现在有中意的人选了吗？顾总来说句话，顾总来说句话，再说一句话，别拍了，顾总来说句话，这当记者还真不容易。糟了，要迟到了。顾总，王可居然也在这里上班。哼，我提醒一下，咱们组的有些人是靠着关系进来的，但我王可手下绝对不养蛀虫。从今天起，设计部开始实施考核制度，每3个月考核一次，不合格的直接滚蛋。都听明白了吗？明白。王总在说谁啊？哎，咱们公司谁走后门进来的？当然是新来的沈南星了。我就说嘛，咱们公司怎么会招一个连大学都没上过人来当设计师？可是我听说沈南星是张特助专门叮嘱特招进来的呀。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沈南星，把这地扫了。哎，你快点，磨磨蹭蹭什么呢？好，沈南星，给你10分钟，立马把这个设计方案草图打印出来，快点儿。好。沈南星，你是没脑子还是耳朵聋了呀？我都跟你说了，这个文件要打成单面，你还能打成这样？你知道这个文件有多重要吗？对不起，我重新去打。回来，最后给你10分钟，要是还打不好，有什么事情你负责。第一天工作感觉怎么样？挺充实的，同事们都对我挺好。真的吗？你如果受欺负，一定要和我说，千万别委屈自己，知道吗？你放心，我没事儿。沈南星，文件怎么还没好？你不会是在偷懒吧？我还有点事儿，我晚点再打给你。资料已经按照您说的调整过了，您检查一下，还有8份都是按照这1份打的，马上就好。行吧，赶紧打印好，然后送到总裁办公室。好的。张特助，你就是这么办事的？顾总，我错了，我也不知道夫人是怎么被调到设计部的，我算了，我亲自去的。我没想到顾氏养了一群什么都不干的混蛋。
是该清理一下了。谁都不能欺负我老婆。顾总，等等我啊！张特助，你怎么那么慌张啊？刚刚办公室窜出来一只老鼠，吓我一跳。哎，你来干什么？啊，我是来给总裁送文件的。总裁在吗？你把文件给我就行了啊。也行，那就麻烦张特助把文件转交给总裁了。我先回去工作了。行好。顾总太悬了，差点就被夫人给发现了。我最讨厌欺负新员工的人。这样，你通知下去，从今天起，公司加一条规定，但凡有欺负新员工的，一律扣除当月绩效。分明就是心疼自己老婆了。去啊，愣着干什么？好。这是天成的项目，从现在开始，你去廖总那里办公，协助他完成这个项目。他也太惨了吧！这廖总可是出了名的老色狼。廖总是谁啊？就是和王可平级那人啊。进来。廖总监，关于天成项目相关文件给您放到桌子上了，没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先去工作了。等一等。您如果没有其他事情要交代的话，我就先去工作了。哎呀，怕什么？我能吃了你不成啊？设计部的新人，所有的工作都是我来安排的。现在品宣部那边新品发放缺人手，你过去顶一下啊。沈南星，你早晚是我的人。还有人要玩具吗？你怎么在这里啊？刚刚张特助叫司机去社区搬东西，我看你不在，一打听才知道你在这儿，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怎么让你一个设计师来做产品宣传呢？没有人欺负我，宣传也是设计的一部分嘛。设计师也需要了解大众喜好需求呀。我饿了，帮我去买点东西吃吧。好，我现在就去。等等，你热不热？先脱了吧，我帮你。好。我马上回来。这么热的天，到底是谁在为难沈南星啊？哎呀，哎呀，哎呦呦，哎呦，宝贝儿啊，你怎么连出汗都是香的呀？啊，哎呀，热坏了吧？啊，以你这种学历，只配做这种低等工作。如果你做我的情妇，我保证你很快就能升职加薪啊！你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啊！廖雄，原来是你欺负我老婆。哎，小宝贝儿，别害羞啊！啊，跟哥哥我去酒店里凉快凉快，让哥哥好好疼疼你啊！
你这死娘们力气还挺大，是不是？廖总监，你在干什么呀？你这房屋里面的人谁啊？放开！好啊，上班第一天你就敢偷懒？我没偷懒，我去买午饭了。你居然还敢狡辩！你被开除了。廖兄，你要开除谁啊？你算个什么东西啊！坏了老子的好事儿，看老子今天怎么收拾你！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张大柱，我没有干什么。职场性骚扰，滥用职权，这叫没干什么。廖雄，你职场性骚扰，滥用职权，我现在宣布，你被开除了。张大柱，为什么呀？求求你别开除我啊！是他，都是这个贱人。刚刚在办公室的时候，是他先勾引我的，他现在又擅离职守。滚！好，我马上滚。顾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张特助，我来帮张特助找廖雄性骚扰的证据。可是你不是总裁的司机吗？怎么还管这个事儿啊？你不知道吗？公司出了新规定，铲除职场性骚扰啊，从每个人做起，只要发现职场性骚扰啊，就可以举报开除。不仅如此，还有奖金呢。对啊，这个司机也是公司的一员嘛。公司风气不正，司机看不下去了，也是可以帮忙整顿的嘛。没想到你还挺有责任心的。夫人居然连这么蹩脚的理由都相信。南星，以后有这样的事情，你要第一时间告诉我。那今天要不是我来得及时，后果不堪设想啊。我知道了。廖雄既然已经被开除了，这儿不用管了，你赶紧回设计部吧。我今天还要去顾氏酒店送发票呢，我先走了。你快去吧，还我服，我一会儿还到公司库里。你的午饭，拜拜。拜拜。顾总，照这么演下去，得到什么时候啊？谎言总有被拆穿的一天啊！你不说我不知道吗？顾总，老夫人电话。喂，奶奶。我要见我孙媳妇儿，你呀，今天晚上必须给我带回来跟我一块吃饭。奶奶，你孙媳妇儿最近刚入职新工作，没有时间陪你吃饭呢。我不管，反正呀，她不回来跟我吃饭，我就去找她吃饭去。奶奶，其实我跟她说我是个司机，所以您要是见她的话，您得先打扮打扮呢。什么？你到现在还瞒着你老婆呢？你别以为你有几个臭钱你就了不起了。不是，我要坦白，那也得有个机会契机啊。行吧，那我呀就勉为其难的配合你一下。不过呀，你给我早点给他坦白啊！是。对了，奶奶，他今天刚好要去酒店送发票，您可以在那儿跟他吃个饭，但是千万不要暴露身份哎。哎呀，你也不看看你奶奶是个干什么的？哼，我知道了啊。哎呦，哎呀，董事长，您怎么来了呀？怎么，我自家的产业我不能来吗？哎呀，瞧你说的哪儿的话呀！你每次来呀，都会让下人通报一声。好了，别废话了，你赶紧呀，给我准备一套保洁服来。我今天要见我的孙媳妇儿，记住了，不准暴露我的身份。哦，明白。楠楠，奶奶，您怎么在这儿啊？奶奶，您怎么在这儿啊？我呀，就是在这儿做个兼职保洁。奶奶，您岁数这么大，身体又不好，而且干这个也没几个瞧。
真不如在家好好休息呢。哎呦，不用，奶奶呀，就是想见你，一见到你啊就高兴。奶奶，我已经不在酒店做了，我今天来就是来送个发票的。沈南星这个贱货，给我滚出来！沈南星，啊，你在这儿啊？全是因为你，害得我们在整个海城订不了酒店。现在王家也不让王可嫁过来了，我不管，你现在立刻马上掏钱给我儿子再娶个媳妇儿，我还等着抱孙子呢。是我耳朵不好使，还是你脸皮太厚了？你这个贱货，要不是你提出离婚，我儿子需要再婚吗？啊！也是因为你，上次害得我们订不了酒席，我那个有钱的儿媳妇才跑了呢。我不管，你谁都给我赔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顾氏名下所有酒店都不允许你进，赶紧给我离开，不然我报警了。哼，就算警察来的也会相信我的。你给我赔钱！哎，干什么？你放开！哎，你给我闪开！闪开！干什么？这个臭老婆子！你这张臭嘴呀，就应该拿马桶刷使劲的刷。你这个臭清洁工！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啊？你干什么？你敢这么对我？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你放开！有什么事情你冲着我来！什么东西？你给我放开！有什么事情冲着我来！哼，孙媳妇儿，你给我让开，让我今天好好收拾下这个疯婆娘！哎呀，真是笑死我了啊！一个臭摆地摊的。二婚带着个拖油瓶，还嫁了个什么臭司机，这从哪又冒出来个这个扫地的什么奶奶？哎呦，我看你真是越混越惨呀！你才是二婚呢！怎么？你这孙媳妇儿是二婚，你不会不知道吧你满嘴喷粪！我孙子可说了，乐乐可是他们亲生的。哼，你这张臭嘴呀，我今天给你好好的给你刷一刷。你干什么？哎，干什么？奶奶，你看，奶奶，冷静冷静。哎呀，经理，冷静冷静，董事。董事的顾奶奶，为了这点小事气坏了身体，这不合适啊！你起开！这有福之人不进无福之门。就凭你刚才说话的态度，南星呀跟你们家离婚离对了。就凭你们家就不配拥有南星这么好的媳妇儿。你这个臭老婆子，你知道我儿子是谁吗？啊，他有的是钱，他可是开大公司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李涛应该破产了吧？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反正比你这个二手货强。我不管你儿子是谁，我也不在乎。你要敢欺负我的孙媳妇儿，我让你呀吃不着兜着走。好啊，你这个死老太婆，我倒要看看你今天能拿我怎么样。王经理，哼，让人把他给我扛起来拖出去，围着酒店给我游街，让所有的人都看看这个泼妇的嘴脸。以后呀，永远不许把他放进来。好的，来人，你们要干什么？把他给我扛起来，绕着酒店游行10圈。不是，你放开我！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沈南希这个贱货，我饶你！你愣着干什么？赶紧给我盯着去，少一圈都不行。好好好。奶奶，王经理为什么这么听您的话呀？哎呦，我这不是年龄大了吗？再一个呀，我呀还是酒店的员工嘛。说的也是。我饿了，咱们去吃饭去。好啊，奶奶，我知道酒店有个餐厅，只要是顾氏的员工都可以进去，咱们去那儿吃，吃完了还能给顾姐带一份呢。好的，走走。顾氏集团第3季度盈利368亿，利润总金额为。喂，我刚陪奶奶吃了饭，也给你带了一份。你现在在哪儿？这最近的经商是哪个？
顾氏集团3栋 B1。我在3栋 B1。好，你等我，我马上到。给。没想到你除了开车当司机，其余时间都是在这停车场里无聊度过的呀。陈南星，其实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谈。哎呀，别说了，其实奶奶都已经跟我说了。我奶奶都跟你说什么了？哎，我不是跟她说了，让她隐瞒好，不要跟你说她为什么。有什么好隐瞒的呀？老人家当个清洁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清洁工啊，靠自己的双手努力赚钱，不偷不抢，多好呀！奶奶要真是个隐藏富豪的话，没准我还挺有压力的。对，你说的太对了。今天我下班早，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去洗衣服啦。好的，辛苦了。12个未接来电。喂，王老师啊，不好意思啊，刚刚下雨，我在收衣服，没看手机。乐乐妈咪，你快来学校，乐乐发了高烧。好，我现在就过去。我刚才给孩子的爸李先生打了好几个电话，他都说没空。好的，老师，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过去。乐乐没事吧？乐乐高烧40度，怎么办啊？你先别着急，等我一下。哎呀，宝贝儿，你简直就是我们老李家的大功臣，这还没进门就怀上我李涛的种。我爸那么拦着不让我嫁给你，我都死心塌地的跟着你，你以后可得好好对我们母子。沈南星，怎么又是你啊？我是沈南星，你是故意跟踪我是吧？离婚了就摆正好自己的位置，别孩子有个感冒发烧的就给我老公打电话，他每天呀都忙着照顾我和肚子里的宝宝呢，哪有空搭理你？哎呀，好了，宝贝儿，别生气了，反正我们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我肯定不会回去找他的。李涛，乐乐高烧40度，你不管不问，你是个人吗？就算我们离婚了，他也是你的孩子，你怎么能这么冷漠呢？沈南星，我告诉你，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孩子。实话跟你说吧，乐乐就是一个野种。居然这么说自己的女儿，你算什么男人？你干什么？凭什么打他呀？他说的是人说的话吗？臭摆地摊的，你居然敢打我！等一下！你这样的人不配当乐乐的父亲，离他远一点。跟我过来。孩子的烧已经退了，现在病情已经稳定下来了，有什么需要随时呼叫我们。谢谢啊。费心了。不客气。别担心，乐乐肯定会没事的。他们都是全海城最专业、最好的儿科医生。可是你不是司机吗？为什么会有这家医院专属病房的使用权啊？这个不用等我老板的，员工有困难就找老板吧。那你们老板人还怪好的。那是啊，我们老板啊人确实不错，而且对员工也很好啊。妈咪，宝贝，你醒了？妈咪，是因为我是野种，所以亲爸比才会不喜欢我的吗？别乱说，你是妈咪的宝贝，是妈咪的小天使。
沈南星，你干什么？沈南星，你干什么？你又想怎么样？没完了是吧？你凭什么这么跟乐乐说？他还那么小，你这样说多伤害他呀！我说的就是实话呀。新婚当夜，我把你给卖了，而且还卖了一个好价钱。你把我卖给谁了？这么想知道啊？行，那我就告诉你，我把你的第一次卖给了顾家的公子哥。虽然我也不知道是顾家的继承人的顾大少，还是纨绔的顾二少，但顾家可是海城的首富，权势滔天，他们家这辈子都不可能让你嫁入豪门，就算是联系你，也只能是去母留子。李涛，你这是犯罪！我犯罪？有种你去告我呀！难道我就不委屈了吗？我一想到养那个遗种5年，我就觉得恶心。哎，你知道为什么结婚这么多年我从来不碰你吗？因为老子嫌你脏。你嫌我脏？卖妻求财，你下家你才脏！我真庆幸乐乐不是你的孩子。沈南星，你有病啊！哎，泼妇，神经病！老公，你没事吧？没事，放心。乐乐宝贝，你不要不开心了，我最喜欢你了，顾爸比也最喜欢你了。我也好喜欢你啊，顾叔叔。如果你真的是我的爸比，那就太好了。让我来看看乐乐和爸比在玩什么呀？妈咪，快来和我们一起玩。你好，我是美羊羊，你是谁呀？我们可以一起做朋友吗？好呀，我当姐姐，你当妹妹好不好？这渣男靠吃软饭攀上了王珂。你帮我约李涛一下，明天在顾氏豪华包房，我要好好亲自招待他们。是。哎，好，张督助您放心，明天早上我们全家人一定准时赴约。哎，好嘞。儿子，明天顾总真的要亲自请咱们全家人吃饭的。妈，淡定。哎呦，哎，不对呀，不会是7年前的事儿被他发现了吧？哎呀，不可能，那件事我做的滴水不漏。我觉得吧，应该是我一直送礼打点，这顾总感受到了我的诚意，想给我一个上升的机会。老公，肚子里的宝宝想吃鱼翅了，你快点去给我买呀！宝贝儿，先别想着吃鱼翅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这顾氏集团的总裁明天早上要请咱们全家人一起去顾氏酒店的豪华包厢吃饭。真的？那可太好了！正好见到顾总，我可以跟他说一下我爸被开除的这件事儿，说不定呀，我爸马上就能够官复原职了。不行，我要以最好的状态去见他。我去做个脸。刚才还对我儿子呼五喝六的，这会儿就这么高兴。明天呀，我就要让他知道，不是我儿子配不上他，是他高攀我们李家。哇，这就是顾氏酒店的豪华包间吧？这也太气派了吧！哎，据说呀，这儿光人均消费都得上百万，所以来这儿吃饭的人非富即贵。哎呀妈，你别乱动，弄坏了咱可赔不起。一会儿见到顾总呀，咱们可得小心一点，万一哪句话说错了，再把人家给得罪了。对，走吧。走。哎呦，真是耳闻不如一见呐！您就是顾总吧？幸会。哎。
爸，你认错人了，他不就是沈南星那个臭司机老公吗？你一个下等人怎么溜进来的？信不信我现在就让顾总把你赶出去？坐。你就是顾总的司机呀？一个破司机也敢来自己主人家地盘上吃饭，还不赶紧滚出去！那什么，去把我门口停的奔驰挪到地下车库去。让我帮你挪车，你怕是用不起啊？你一个臭司机，我有什么用不起的？哦，懂了。200，够不够？怎么样？看到这么多钱，赶紧来捡呀！200块钱，你好嚣张啊！今天我们来吃饭，可是顾总亲自邀请我们的。你一个破司机，一辈子也高攀不上顾总。哎呀，来都来了，那我就给你开开眼。这是我们送给顾总的红酒，价值50万，把你这条贱命给卖了，都买不起这么一杯。这种档次的红酒也好送人呐！疯子，你居然砸了我送给顾总的红酒！臭司机，今天你死定了！给我住手！张大叔，涛，你找死！哎呦，没有啊，张大柱，你误会了，是这个臭司机，你看他砸了我给顾总的红酒，是对顾总的不敬啊！我正替顾总教训他呢。教训他？啊！这，我看现在教训的是你们。张大柱，你这是什么意思呀？什么意思？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坐在你们面前的就是顾氏集团的总裁。重新认识一下，我叫顾景，是南星的老公。顾总，之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您，您就大人有大量，放我们一次，好不好？你刚才不还让我帮你挪车来着吗？嗨，我错了，我怎么能让您帮我挪车呢？我应该给您当司机跑腿，对不对？那好吧，你把这锅火锅底料喝了，我就原谅你。顾总，别呀，顾总，对不起，我知道错了，顾总，你就原谅我吧。阿叔，顾总，使不得，顾总，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顾总，先停一下。顾总，我真的知道错了，原谅我吧，顾总，我再也不欺负你妻子了。我还没对你动真格呢，你就吓成这样。可你受的苦，还不及沈南星的1/1000。顾总，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找沈南星的麻烦了。我以后我见到他，我绕道走。如果你实在不满意的话，我给他跪下，磕头叫祖宗都行啊，顾总。以后我们对您夫人不敢不敬礼啊，顾总。可你们再也见不到他了呀，因为从今天起，你们就要消失在海城。带走。顾总，我偿命了。顾总，我错了，顾总，放过我，顾总。顾总，您身份的事情还是尽快和夫人解释一下，不然怕是夫人会离开。我跟他结婚，本就是为了应付奶奶。我的妻子只会是7年前那个恩人，反正迟早会分开。他不知道我的身份，更好。顾总，您这话骗骗我就得了。你不说我会死啊？喂，妈。臭小子，一会儿你的联姻对象沈家大小姐要去见你，你给我收收你的臭脾气啊，好好跟人家说话。妈，我已经结婚了，我不用相亲了。你别想骗我，你肯定还惦记找7年前救你的姑娘了吧？我告诉你啊，
今天你必须给我见沈小姐。喂，妈。顾总，您还是先解决完沈家大小姐的事，再和夫人解释清楚吧。有什么好解释的？还嘴硬，明明都喜欢上人家了。沈南星，对不起，我不能对你动心，但我也不会亏待你的。救命之恩不能忘，等找到7年前救我的人，我还是会跟你离婚。顾总，沈家大小姐要见您。不见，让她走。可惜我已经上来了。顾总，我可是您母亲为你选中的联姻对象，你不见我，说不过去吧？我可从来没有答应过联姻。还有，我妈没告诉你，我已经结婚了，还有一个6岁的女儿。那又怎样？顾总娶妻，整个海城却没有半点风声。那个女人肯定是个拿不出手的货色。跟沈家联姻对顾氏有益无害。顾总是聪明人，应该知道选我更划算。我的家属轮不到你来操心。还有，以顾氏的实力，不用联姻，带上你的人出去。沈小姐，请。顾瑾，我迟早会拿下你。保护好沈的姓母女，不要让任何人打扰他们。是。哎呀，终于忙完了，可以去接乐了。楠楠，刚才在街角月行，好像看到你前婆婆的身影了。我进去一看，看到她在卖你妈留给你的遗物玉佩。什么？明明我搬家的时候已经拿走了玉佩，怎么会在她那儿？听说前2天他们一家人得罪了顾总，全家都被赶出海城了，狼狈得很呢。你说会不会是因为现在太穷了，偷拿你的玉佩去卖钱了？好，我知道了。顾总，你要找的7年前的那个女人有线索了。她人在哪儿？昨天有人拿着和您一模一样的玉佩卖给了城西古玩行。带我去这儿，务必要找那样的女人。你要找的应该是这个吧？就是这个，这是我妈留给我的遗物，我求求您了，您开个价，多少钱我都愿意买回来。顾总，就是这家店。我这店里啊都是老物件，有喜欢的可以挑几件。你干什么？抱歉，我们认错了。先生，你要买点什么？随便看看。你们店里有这块玉佩吗？哎，怎么今天这么多人找这块玉佩呀？就在刚刚，有位小姐赎走了这块玉佩。顾总，这不就是7年前那个女人吗？一定就是她了。她长什么样子？去哪个方向了？哎呦，这位先生，不好意思呀，我这古玩店每天进进出出人很多，实在是想不起来了。那，你店里监控在哪儿？带我去看看。哎呦，自家小店巴掌大的地方哪有监控啊？顾总，刚才进来时在外面街上我好像看到了一个监控，去查。今天一定要找到买玉佩那个人。是。顾总，监控视频找到了。那天去玉店的女人太多了，但其中有个好像是夫人。沈南星，真的是他。回家啦！耶！今天晚上你想吃什么呀？干什么呀？吓我一跳！爸比，你弄疼妈咪了，快松手！你今天这怎么了？我有事情要问你。你说。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城西玉器行啊？他怎么会知道我去过那里？我对他根本不够了解。玉佩已经被李家卖了一次，还是警惕些。我是去卖首饰啊，渣男送的金戒指扔了怪可惜的，我就卖了。
那你有见过这块玉佩吗？或者你有见过其他女人佩戴这块玉佩吗？他怎么会有我玉佩的另一半照片？难道真如李涛说的那样，顾家的人开始寻找我的下落，准备驱我们刘子了？不行，那我绝不能暴露自己和乐乐的行踪。没见过。你怎么会知道我今天去过那儿？我今天碰巧路过看到了。妈咪，我饿了。那你去洗手，妈咪给你做地三鲜。好耶！去吧。你帮我洗菜，我去买瓶牛奶就回来。好。看她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怎么可能会是7年前那个女人？更何况李涛这么渣，他都从未出轨过。这么好的女人，又怎么可能新婚夜出现在我的床上？派人去查顾瑾的老婆和孩子，顾瑾只能是我的。是大小姐。你也瞎了？你怎么开车的？对不起，大小姐，都是那个女人突然闯出来。想死自己就滚远点儿，别来碰本小姐的车。对不起，对不起，小小，怎么是你啊？沈南星，南星，我们两个关系这么好，我记得当初你的肩膀上有一个蝴蝶胎记，特别好看，我也找人给我画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你看，哎呀，真拿你没办法，连胎记都要跟我一模一样的。对了，小小，这前几天我们还一起在酒店打工呢，你怎么突然就变成沈家大小姐了？我妈去世之后，沈家就派人把我带走了。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自己是沈家的私生女。真奇妙，你这下午还打电话跟我说看见我玉佩了，这一转眼就变成沈家大小姐了。唉，我这个大小姐也不好当啊。为了沈家的利益，我刚到家第1天，我妈就逼着我跟顾家李艳英。姓顾，是顾家哪位少爷？是大少爷顾。是大少爷顾。呀，这不是我前妻吗？哎呀，我还以为你多正经啊，原来你也会来这种地方。不过肥水不流外人田，与其在这儿陪别的男人玩，不如陪陪我啊！请你自重，我们已经离婚了。你他妈装什么纯呢？我告诉你啊，老子有能耐，又傍上了一个冤大头。放心，老子有的是钱。你个臭娘们儿，你找死！哎呀，我的包包，我的包上都沾上了你的脏血，你说你怎么赔？赔？老子不打死你！哎，敢！我可是沈家企业大小姐，你敢打我？是啊，大小姐，是大小姐，我错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你让我这一次呀，是大小姐。这样吧，你不赔这个包也行，跟本小姐和我的好朋友沈南星学几声狗叫，我就当这个事儿没发生过。我不想听，我怕脏了我们的耳朵。也行，把他给我带出去。是大小姐，我错了，你不能对我这样啊，大小姐，给我好好招待。
我错了，这大小姐，饶给我，这大小姐。真不愧是大小姐啊，说话办事就是硬气。当然。哎呀，你瞅我这脑子，我这下午出门是来给孩子买牛奶的，结果一遇到你，我全都忘了。你这记性，行，那我送你回去吧。嗯。小小，我到了，今天谢谢你。我方便过去吗？当然啦，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你马上给我滚回来！南星，我还有事儿，我就先不上去了。把我给沈小姐准备的礼物送过去。是。小小，这些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你跟我客气什么呀？收着吧。那谢谢啦。说去买牛奶就一去不返，结果是跟别的男人约会去了，还把别人送的礼物带回家来了。对不起啊，我在路上遇见了个以前的同事，就聚了个餐，把你们给忘了。那么睡了吗？说去买牛奶，结果买到半夜才回来，还是别的男人给送回来了。你真是个好母亲啊！你误会了，送回来。你不用跟我说，我不感兴趣。但是在我们婚姻期间，你还是自重一点吧。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我。这人好端端的，抽什么风啊？文星，送你上班吧。不用，我今天已经跟公司请过假了。我打算去车行买辆二手代步车，这样以后接送乐乐也方便。二手车有安全隐患的。这样吧，拿这张卡买辆新的。真不用，这些年我自己攒了点钱，应该够了。我先走了。哎，他是不是攀上了有钱男人，看不上我这个司机了？沈南星要去车行，想办法送他的宝马。记住，让 4S 店不要露馅了。等一下，我正好顺路去车行，送你吧。啊，要不下班再一起去？哎，这请假还得扣全勤奖，我这买车挑来挑去的，时间也收不好。你给老板开车可不能耽误工作了。好。欢迎幸运顾客进店，喜提价值150万的宝马车1台。幸运顾客？没错，今天呀，第100位进店的顾客就是我们的幸运顾客，恭喜您！这就是您的车，喜不喜欢？要不要试驾？算了，我还是去买辆二手代步车吧。免费送你，为什么不要啊？无缘无故就中了一辆车，像我这种恶运缠身的人，怎么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好事儿？我们还是快走吧。哎，别走啊！真是免费送给您的，不需要您出1分钱，您只需要简单登记一下材料，走个流程手续就好了。真不用了。这家店老板我认识，不能是骗局。那既然送你，就收着吧。所以，我真的幸运了一次，中了辆宝马车。没错，这是您的车钥匙。您呀，就是货真价实的幸运锦鲤，价值150万的宝马车，今天呀，您就可以开回家了。我真的中了辆宝马车。
不好意思啊，顾先生，我刚刚太激动了。我们还是赶紧去办手续吧。好，这边请。我给你准备了便当。昨天的事情谢谢你，一定是因为你给我带来了好运，所以我才那么幸运中了那辆车。是你自己运气好中了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谢了，刚好能当中午饭吃。那我去上班啦。尽快让市长部出一版新的方案。是，顾总。刚刚管家发信息问您今天想吃什么，一会儿让人送过来。不用了，沈丹青给我准备了便当。顾总，您这么挑剔，怎么会吃陌生人做的饭呢？难道您对夫人真的动心了？不可能，我的妻子只会是玉佩的主人。你闲的有心思想这些，让你查拿走玉佩的人查到了吗？我马上加派人手调查。顾瑾，我有话就直说了，只要你娶了我，以后沈氏集团就是顾氏的，何乐而不为呢？沈氏，我顾家还真看不上，顾家也不需要联姻出去。难道顾总是喜欢贤妻良母型的，还是说喜欢人前贤妻，人后荡妇啊？滚！说，你为什么有这个胎记？顾瑾怎么突然这么激动？之前就听他说一直在找什么人，难道和这个胎记有关？顾总，你都说是胎记了，当然是从娘胎里带过来的。怎么了吗，顾总？7年前救我的那个女人，是你。你还记得这块玉佩吗？这不是沈南星的玉佩吗？难道顾瑾一直要找的人是沈南星？不可能，这一定是巧合。先认下再说。这不是我的玉佩吗？没想到竟然在顾总这里。我之前的另一半不小心意外弄丢了，难道那晚我救的人是你啊？原来我们那么早就有缘分了。我终于找到你了。我自己一个人住，你要上去坐坐吗？我公司还有些事情会去处理。为什么我总觉得沈晓和7年前救我的他不一样？沈家又不缺钱，你当时为什么要卖掉另一块玉佩啊？玉佩是我妈留下来的遗物，我看到所生的另一半总是很伤心，所以我一时冲动就把它给卖掉了。玉行老板说，你后来又去把另一半赎回来了，可以给我看一下吗？另一半我放在老宅了，过2天我就拿给你看。我先上去了。顾总，需要现在就准备您和沈南星的离婚协议吗？先不用，等沈晓什么时候拿出另外一半玉佩再说。是。顾总恐怕是舍不得了。小小，楠楠，你快看，我给你准备了些什么？这些可都是最新款的春季女装，还有你女儿的衣服，
我也给他买了一些，希望他能喜欢我这个干妈送的。小小，你对我真是太好了，不过你以后别再这么浪费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对你好，我对谁好呀？我对你这么好，就算冒充你得到顾锦，你也不会怪我的吧？来，我们先坐吧。娜娜，你的玉佩呢？我记得小时候你一直都不离身的，怎么现在不戴了？7年前新婚夜后，就莫名其妙丢了一块，我怕这一块丢了，所以基本上都随身带着，放包里。那你还知道是怎么丢的吗？我记得那天出租屋漏雨，所以我和李涛就去开房结婚了。可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退房的时间，李涛他又催得急，所以具体丢在哪儿我也不清楚了。我认识一个很厉害的玉雕师傅，来，你把这个玉佩先给我，我让他把你的另一半也复原了。太好了，小小，谢谢你。阿锦，我听张特助说了，你之前也一直在找我。之所以和那个陌生女人结婚，也是为了应付奶奶，不得已才假结婚的。可是现在我都已经回来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和她离婚呀？你那块玉佩从老家拿回来了。顾锦，你到现在还在怀疑我在骗你？你看，这是我的那一半玉佩，另一半是7年前那晚我在酒店救下你之后丢的。当年救了我的人，真的是他。对不起，沈香，我不该怀疑你。没事儿，我能理解，以你现在的身份和地位，谨慎些也是应该的。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和那个女人离婚啊？我今天就跟她说。妈咪不是说了要等爸比一起回来吃吗？爸比这么疼乐乐，肯定不舍得饿瘦乐乐的。爸比，你回来啦！妈咪真的好爱你哦，也敢舍得饿着乐乐，也要等你一起回来吃饭。乐乐现在都不是妈咪心中的宝贝了，爸比才是。唉，乐乐，你又乱说话。乐乐乖，先回房间好不好？我有些话想跟你妈咪说。我找到心爱的人了，所以哪天有空去跟我把离婚证办了。这么快就找到了，挺好的。你说时间吧，我都可以。恭喜你啊，终于能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了。有你这么好的人爱着，那个女孩真的挺幸福的。我明天就搬走。不用，这房子本来就是托你的福捡漏的，理应还给你。你不用担心我跟乐乐没地方住的，我可以带着乐乐去我同事家暂住几天，他一定会帮我的。上次出门买牛奶回来那么晚，果然已经找好下家了。我没那么着急，所以你不用那么着急搬走。在没有确认离婚之前，我不希望有任何丑闻传到我奶奶耳朵里，所以你跟乐乐最好还是先住在这儿。我知道了，
那为了避嫌，你晚上都别回来住了。我知道，不用你提醒。妈咪，你不要走吧？他不是你爸比。妈咪，你不要在乐乐乖，不哭，我不走，我不走。那你们向乐乐发誓，永远都不吵架分开了。乐乐，妈咪向你发誓，再也不跟爸比吵架，也不会和爸比分开了。乐乐不哭啊！对不起，乐乐，妈咪骗了你。爸比也要发誓。好，我发誓，不会再跟你妈咪吵架了，我也不会离开她。好啦，爱哭鬼是不是可以不哭啦？给妈咪笑一个。好了，乐乐，我们去吃饭吧。多吃点啊。明明已经找到沈晓，为什么我会舍不得离开沈南星母女呢？终于睡着了，刚才谢谢你。明天一早，我接你去登记所离婚。至于乐乐，你放心，我会让他慢慢适应。那就好，毕竟是小孩儿，怕是难以接受。先把申请书填了，离婚冷静期1个月过后再来办理离婚手续。这么久？你们2个月前刚领的证吧？嫌久啊，下次闪婚前好好想清楚。下一段。先把离婚协议签了吧，我已经签过字了。1个月之后，直接来办离婚证。顾姐，你今天晚上还回来吗？他这是舍不得我？你别误会，我没有别的意思，是你答应了乐乐，你说晚上回来陪他的。你放心，答应乐乐的事，我会做到的。哎呦，顾总，您来了，快请坐，快请坐。来，快坐，顾总。昨天啊，听小小说你今天要来家里，可把我激动坏了。顾总打算什么时候去我们家小小呀？妈，你别着急呀，阿锦肯定会娶我的，是不是阿锦？对，我的妻子只会是小小。哎呀，好，常言说呀，肥水不流外人田。既然顾沈两家就要吃亲家了，那顾氏集团城西那块地的开发，干脆呀，都交给我们沈氏做，怎么样啊？那块地价值可有10个亿呢，我们沈家也独自做不过来，还是和郭家合作起来好。顾总啊，你要娶我们家女儿小小，我要区10个亿的小项目，应该不算什么事情吧？可以啊。哎呀，这就对了嘛！
当然了，这只是商业方面的合作。那去我们家小小时，顾总足斤足两的聘礼，该给还是要给的，这样才能显出你对我们家小小的诚意嘛。顾家给新媳妇的聘礼，自然是不会少的。哎呦，顾总啊，真是疼爱我们家小小，一定迫不及待的想迎娶她进门了。哎，我看呐，下周3就是个好日子，你们呀，赶紧把婚礼给办了。下周3，时间这么短，连婚礼都来不及好好策划呀。顾姐，这些我都不在乎的，我只是想早点名正言顺的照顾你，陪着你。爸比，妈咪要带我离开这里，再也不回来了。什么？阿姐，顾总，阿姐，顾总，怎么回事？难道你还没把顾姐身边那个老婆和孩子给处理掉？简直就是个废物！妈，你放心，顾姐她那个老婆是她随便娶过来应付她奶奶的，还有那个孩子也不是她的，不会影响我们。臭货！你没看到顾姐接电话紧张那个样子，她还对那个贱女人肯定有感情。这是个没用的东西，到现在你还能让一个单亲妈妈保住顾景，你简直就是个废物！操！我打死你算了！乐乐，该出来啦，我们该出发啦。乐乐，你在里面怎么待了那么久啊？是不是肚子又疼啦？妈咪，乐乐现在肚子不疼了。你为什么带乐乐离开？离开？我没打算带乐乐走，我只是想带她去看牙医。那乐乐跟我说你们打算……爸比，我就知道你不会抛弃我和妈咪的。你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这么害怕我们离开？你是不是……不是，我是怕你离开了找不到你，没法顺利离婚。坏蛋爸比，你让妈咪伤心了，乐乐不喜欢你了。妈咪，我们走吧。你带乐乐真的离开，我们去京都，听说那里比海城还大，让坏爸比再也找不到我们。不许走！在正式离婚之前，你就在这待着，哪儿都不许去。也好，外面这么冷，还是坏爸比你走更好。你放心，我巴不得快点和你离婚，再也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坏爸比，你出去，你走！大小姐，我们已经查清楚了，顾瑾那个假老婆带着孩子就住在这里的9号别墅。一会儿如果那个女人不识趣，想办法给我处理干净。顾瑾的妻子只能是我。来啦！沈南星，小小，怎么是你啊？你是来看我的吗？妈咪，这个漂亮阿姨是谁呀？她呀，就是妈咪最好的朋友。小小，快进来坐。走吧。走。顾瑾的假结婚对象，竟然真的是沈南星。对了，小小，你怎么知道我住这户啊？我问了一下保安，
想着给你一个惊喜来着。哎，南星，怎么不见你老公啊？乐乐，你先回房间去玩。好吧。小小，来坐。小小，其实我和我老公是假结婚，这场婚姻只是一场合作。啊，那你们相处这么久，真的能保证不动心，不会假戏真做吗？不会，等1个月离婚冷静期结束过后，我们就会离婚。沈南星，反正你也不喜欢顾瑾，就算我抢走他，也没有对不起你。对了，小小，你这次来是给我送玉佩来了吗？啊，南星，对不起啊，回家那天晚上，我出了点小车祸，不小心把你玉佩给弄丢了。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医院，所以才没有过来找你。真是对不起啊，南星。你人没事儿就好。不过你放心，我给你找到了一块更好的玉料，让师傅给你重新雕一块完整的。等做好了，我就给你送过来。好啊，对了，南星，你还记得我跟你说，我妈逼我跟那个首富继承人顾大少联姻的事儿吗？后来我才知道，他也喜欢我，我们很快就要结婚了。真的？恭喜你啊，小小！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想安排你们见一面，好不好？当然好啦。以你的脾气，知道顾瑾是我的结婚对象，总该会乖乖退出吧？阿姐，谢谢你送我的婚戒。我今天啊，请了我最好的朋友，让你们也见一见，你不会介意吧？你高兴就好。小小，你就是小小的结婚对象？你和阿锦认识？不认识。原来他竟然是顾氏集团的顾总，他没有告诉我，是一直防备着。唉，吓死我了！我还差点以为你们有点什么呢。送你的戒指还喜欢吗？这可是稀有的粉钻，价值3亿呢。怎么样，漂亮吧？漂亮。阿姐，你对我可真好。我去趟洗手间。顾瑾是小小心爱的人，沈南萧，你不可以再有任何妄想。小小，我不想让小小误会，我和你的关系一个字都不希望他暴露。顾总，你放心，小小也是我的朋友，我不会让他伤心的。而且我和你。和顾总你本来也没什么关系，离婚协议我签好了。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我就是顾总萧浅乐的对象罢了。顾总您开心就好，您想怎么骗就怎么骗。如果你还想继续玩装穷游戏，我会装作不知道你的身份，继续陪你玩下去。沈南星，你可不要怪我，我只能想办法把你从他心里给拔出来。
救我！小小，小小，小小，小小。阿姐，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你怎么会做这样的傻事啊？沈南星都告诉我了，他说，你们虽然是假结婚，但是彼此互相喜欢。我太难受了，所以一时想不开。我没想到他有这样的心机。我的妻子只会是你，我同他结婚，只是为了应付奶奶，他只是一个替你占位的替身罢了。可你真的对他没有一点感情吗？没有。你先好好休息。我听说小小被连夜送进了医院，发生什么事儿了？还在装？他为什么进医院你会不知道？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我跟你的关系一个字都不要告诉小小，你转头就挑拨离间，害他自杀进医院。我没有，我和你的事情我一个字都没有说，我找小小问清楚。没这个必要。不管你信不信，我从来没有挑拨过你跟小小的关系，因为我沈南星不屑这样做。沈南星，阿姐，阿姐，我不舒服。妈咪，乐乐好想爸比，可不可以给爸比打个电话呀？不可以。妈咪，你们是不是吵架了？乐乐打电话，爸比回来给你道歉好不好？你不可以给他打电话，你也不许再叫他爸比。乐乐，对不起啊。爸比。你发烧了，妈咪现在要带你去医院。护士，我女儿还在发烧，能不能安排一个医生给我们看一下？最近发烧的孩子很多，医生都忙不过来了。你先坐那边再等等吧。妈咪，我好想爸比呀！妈咪在这陪你好不好？你渴不渴？妈咪去给你弄点水喝。好。爸比，爸比，我发烧了，乐乐好想你，你可以来看看乐乐吗？阿姐，今晚你就留下来陪我好不好？等我一下。爸比，我发烧了，乐乐好想你，你可以来看看乐乐吗？好，爸比马上来。阿姐，她又不是你亲生女儿。可乐乐没有爸爸。你好好休息吧，不用等我了。沈南星，你和你那个野种，怎么总坏我好事？你怎么来了？是不是乐乐又给你打电话了？你等着，
我去给乐乐安排个单人病房。孩子没什么大事儿，烧已经退了，多注意休息就好了。谢谢医生。不客气。你要是也生病了，谁来照顾乐乐呀？谢谢啊。楠楠，阿锦一听到乐乐病了，就丢下我离开了，我真是有点吃醋了，都以为乐乐是他亲生的呢，不然他为什么那么紧张？顾总，我保证乐乐以后不会再给你打电话了。抱歉啊，我先进去了。阿锦，你送我回家吧。哎，你们知道吗？今天要来的设计总监好像是哪个豪门的大少奶奶。天哪，该不会是顾总夫人吧？难道新来的设计总监是小小？这么大的职务说给就给，看来顾总一定很爱自己的夫人。哎，好像来了，别说了，别说了。行。廖雄，他不是因为职场骚扰被开除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估计是后面有人吧。看了以后咱得躲着点啊，不然咱可得罪不起啊。镇长，这片区域就是我们公司设计部了，都听着，今后设计部就是沈总做主，沈总的话你们必须要服从，而我廖雄则是设计部的副总监。小小，新来的设计总监真的是你啊！我跟你讲，你可得离这个廖雄远一点。我离谁近不用你管。况且你什么毛病？我们顾氏集团的员工就是这么没脸没皮、乱攀关系的人吗？放肆！沈南星，你没有镜子总有尿吧？也不看看自己什么穷酸样，还敢和沈总装朋友？看他平时装的那么清高，原来也这么舔啊，真不要脸！哎呦，真是笑死人了！像他这种下等人，给人家豪门少奶奶提鞋都不配，还妄想跟人家做朋友呢。我没有。小小，你今天是怎么了呀？沈南星，在公司就要公事公办，请你以后叫我沈总监。我们设计部的人是不是要好好整顿一下？沈南星，我回来再给你算账。沈总，你听我解释啊。沈总，你要看不惯那个沈南星，我现在就开除他。可是我不想让阿锦认为我刚上任就乱耍威风。这样吧，你私下收拾他，手段不限，我要让他自己待不下去，懂我意思吧？沈总放心，我一定让沈南星自己辞职滚蛋。全部都站起来！所有人不许离开，配合调查。发生什么事儿了，沈总？这是怎么了？顾总送给我价值3个亿的婚戒丢了，那个贼肯定还在这里，给我搜。是。你们干什么？为什么只搜我的？只有你见过我的婚戒，你的嫌疑最大。找到了。我没有。沈晓，是你把戒指藏在我抽屉里的，是你故意栽赃陷害我的。笑话，你一个穷酸小职员，还值得我堂堂顾总夫人陷害你？现在人赃并获，你还敢狡辩？我丢的可不止这些，把他给我带下去，好好审问一下。是。你干什么？我没有偷，你们放开我！沈南星，
你说我把你偷东西被抓的视频放在网上，以后你女儿还有学上吗？以后不止没学上，还会被霸凌吧？啊！给我删了！沈南星，我本来还想放你一马，是你自找的，把他给我带下去！放开！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放开他！阿锦，你怎么来了？你跟沈丹星不是朋友吗？为什么这么对他？他偷了你送我的婚戒，这我都不能教训他吗？顾姐，我没有偷。他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这其中肯定是有误会吧？顾姐，你次次都护着他，现在这么关心他，你是不是真的爱上他了？绝对没有。我说过，你才是我的妻子，我只爱你一个人。沈晓，我没有偷你的戒指，你做这些不过就是想逼我走。好，我走。你为什么有这块玉佩？这是我送给他的。闭嘴！我要听他说。这的确是沈晓送给我的。你良心真是喂了狗了！我对你这么好，你还不知足？现在还想着勾引阿锦，这沈南星确实不要脸啊！勾引自己闺蜜的老公，可真是下贱！都给我闭嘴，出去！你这种小三行为真是让大家恶心，恐怕以后你女儿也抬不起头吧？毕竟她是小三的女儿。我和顾锦还没有离婚，她结婚证上老婆还是我。要说小三，你才是！你够了！阿姐，你都听到她说了什么吗？你还这么护着她？沈晓，留不住顾锦的心，是你自己没本事，少来怪我。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像你一样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和你抢。这个工作我不干了。沈南星，既然我们之间没可能了，就请顾总你不要再做出让人误会的举动。那玉佩虽然是一整个满月，但沈南星和沈晓同时拥有胎记和月牙玉佩，未免太过巧合。就算是沈晓送给沈南星的，那理由呢？这件事儿还得再查查。哥，就算奶奶想让那个陌生女人做孙媳妇，咱妈想让那个沈家大小姐做儿媳妇，两个人为此吵得不可开交，你也不能喝成这样啊！可是我想要沈南星，但他好像没有要挽留。不行，我得去找他。这么晚了，会是谁啊？顾且，顾姐，你喝醉了。不要离开我，南星，不要离开我。昨天就是司机给我送错地方了，我喝醉了，没做什么其他事儿吧？什么都没有，你就是喝醉了，
在沙发上睡了一晚。既然你醒了，你就赶紧回去吧，我也要出门约会了。和谁呀？那个富二代前同事吗？他这么快就忘了乐乐还住在医院，果然不是亲生的，永远不会上心。是。沈小姐，这是你要的31号病房那女孩的头发。做得不错，这个卡里有50万。谢谢沈小姐。顾瑾对玉佩和胎记这么执着，如果沈南星真的是那晚的女人，那乐乐那个野种岂不是顾瑾的种？我一定要弄清楚。结果出来了吗？沈小姐，你给我的那2根毛发的主人确实是亲子关系。行，我知道了。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顾瑾知道。可是他俩都不知道这孩子是他俩生的，那当初他是怎么怀上的？想办法帮我找到沈南星的前夫。沈大小姐，我已经按照顾总说的离开海城了，也再也没去找沈南星的麻烦。我求求你，就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找你是有其他事情要问。如果你让我满意了，这些钱可都是你的。沈南星怀上他女儿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结婚那天，我在走廊遇到一个人，说要找处女，对方愿意给500万，我就偷偷的给沈南星喂了安眠药，就把他的初夜给卖了。我只知道对方是顾家少爷，但具体是哪一位少爷，我就不清楚了。那沈南星事后就没有发现不对劲吗？所以呀，我就怕沈南星当时醒了之后把事情给闹大，我半夜偷偷的就把他弄回我的房间，第2天骗他说是我跟他睡的。闭嘴，管好你这张嘴，否则我让你死。既然李涛和沈南星都不知道那晚到底是顾家哪个少爷，那就别怪我从中作梗。我得马上联系顾二少、顾景深。原来他不是出去约会，是来看乐乐的。乐乐跟我长得这么像，真是我女儿就好了。可偏偏7年前那个女人不是沈南星。顾总，玉佩的事情还没有查到新线索，但我意外查到了您和夫人之间的联系，你们7年前见过。说什么？说清楚点。我才知道，原来乐乐不是李涛的亲生孩子。李涛7年前在酒店把夫人的初夜卖了，而且那晚之后，沈南星就怀孕了。你是说，乐乐可能是我的女儿？有一定可能，毕竟你们都在同一个酒店。但那天晚上跟您一样重要的还有二爷。顾总，我刚查清楚，你7年前的新婚夜是跟我在一起，我就是乐乐的亲生父亲。什么？那晚的顾总是你？哥，搞错了，乐乐其实是我的孩子。这是我跟乐乐的亲子鉴定报告。7年前那天晚上，你我喝醉了，都被人下了药。我让人去给我找一个处，李涛就把沈南星卖到了我的床上。事后我去洗澡，回来却发现沈南星已经被李涛偷走了。所以那天你醒来之后，才会觉得新婚夜是你跟李涛一起度过的。沈大小姐，大晚上叫我来干什么？什么？那个女人生的野种，居然是我哥的亲女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实不相瞒，
阿锦一直在找的恩人就是沈南星，但是现在我跟阿锦一见钟情，甚至阿锦从来没有公开过自己是总裁的身份，可见他有多么厌恶那个女人。而且，沈南星也是忽然知道阿锦是总裁，所以才死缠着阿锦不放，甚至还拉着乐乐拿老夫人当枪使，让老夫人非吵着不给他们离婚。原来我妈和我奶奶婆媳矛盾那么尖锐，我大哥喝闷酒不知如何抉择，全是这个女人搞的鬼。是啊，沈南星原本是我的同事兼闺蜜，但她嫉妒我是你妈选中的儿媳，就煽风点火，从中作梗。太可恶了！我一定要揭开这个女人的真面目。何必呢？孩子毕竟是顾家的，闹开了更不好看，对我们两家的合作也很不利。不如你认下乐乐，再拿点钱打发他们母女，这样我不就能嫁给你哥，还没有后顾之忧了。你说的对，像这种破坏我家庭和睦的心机女，根本不配待在顾家。我一定帮我哥解决了这对母女。好，那明天就靠你了。那晚的顾总真的是你？没错，那晚我去洗澡，本来想对你负责，结果回来之后发现你已经被李涛偷走了。直到这2天，我才意外查清楚那天晚上的真相，还偷偷做了亲子鉴定。没想到乐乐真的是我的孩子。南星，我们才是一家人。这个女人心气儿这么高，非要缠着顾家继承人才行，对我就瞧不上。哼，果然是拜金女。等大哥大嫂完婚后，我就甩了你，你休想破坏顾家和睦。既然真相已经大白了，那我们回家找奶奶吧。这2天顾家因为这件事情，我妈和我奶奶吵得不可开交。好。什么？乐乐是景深的孩子？你奶奶不要说，孽缘呐，真是孽缘呐！既然乐乐是景深的孩子，你这混账还不真信南星，那你就赶紧和南星离婚呐，让人景深一家团聚，你好去娶你那心心念念的沈家大小姐。太好了，大哥大嫂终于要终成眷属了，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你真的是我的亲爸比吗？可我们2个怎么长得一点都不像啊？怎么不像了？你看你的鼻子，是不是跟我的鼻子一模一样啊？妈咪，真的吗？乐乐，亲子鉴定显示他确实是你的亲生父亲。好吧，虽然你没有我的顾家爸比帅，但看在我是你亲生的份上，那我就认了吧。让你嘴硬，现在老婆孩子都是别人的了。那我们明天去把离婚手续办了吧。好。阿姐，恭喜你，你终于离婚了。我先走了。阿姐，你现在总可以娶我了吧？奶奶还没同意。阿姐，难道你现在还想着那个沈南星？他现在可是你弟的女人了。阿姐，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嫁给你。你就算不爱我，但是你看在我救了你的份上，你跟我结婚好不好？好。顾总、沈小姐好。耶！恭喜顾总和沈小姐喜结连理，郎才女貌，简直不能再般配了。恭喜恭喜啊！谢谢。哎，这顾老夫人怎么没来？听说老夫人不喜欢这个孙媳妇儿，所以连结婚典礼都没出席。嗨，老夫人不同意，那这婚礼啊就是作秀，成不了真的。死老太婆，我迟早弄死你！恭喜大哥大嫂结婚。大哥，你这结婚典礼是哪家公司策划的？也推给我，等我和南星结婚的时候，也选这家。
我不知道。我去趟洗手间。沈南星，这场婚礼，阿锦可是花了1个亿，就是要告诉众人他有多爱我。沈南星，你装什么？这场结婚典礼过后，我和他就要领证了，到时候就算真正嫁入顾家。沈晓，一个人越缺什么，他就会越炫耀什么。顾锦如果真的爱你，你就不会这样说。贱人，你那个野种的爹都找到了，难不成还想着勾引顾姐？你自己拴不住顾锦，是你自己没本事，少来怪别人。还有，我对别人的老公不感兴趣。你给我下去！放开我！你放开！他是自己掉下去的，与我无关。哎呀，顾总，赶紧把我们家小小捞上来呀！捞他上来。是。这也太……阿姐，沈南青，他把我推下去的，他想淹死我！哎呀，顾总，小小可是你未过门的妻子，你要给他做主啊！赶紧把这个贱女人赶出海城！沈晓，明明是你想推我下去，是自己掉下去的。你右边肩膀上的胎记呢？阿姐，我见他太难看，我就把它给去掉了。你肩膀上的蝴蝶胎记，明明就是画上去的，是你亲口跟我说的。你说我的胎记很好看，你想要个一模一样的。沈南星胡说！那既然胎记是假的，那这块玉佩呢？从哪来的？我的玉佩怎么会在你那儿？沈晓，你不是我的那半块玉佩弄丢了吗？你还找人做了一个完整高仿玉佩给我。原来你就是7年前救我的那个女孩。阿姐，救你的人是我呀，阿姐。把她拉下去，我不想再见到她。还有，从今天起，不要让我再见到沈家的任何人、任何事。是，这是要全球封杀沈家了。哎呀，顾总，这都是沈晓那个贱人自作主张，是他欺骗了你。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啊！阿星，你这个扫把星害人精！老不死的，这些天打我打的还不够吗？我弄死你！好了，拉下去吧。来。原来你一直在我身边，我不想再失去你了，嫁给我，好吗？好。哎呀，妈咪终于和爸比和好了。这怎么回事啊？对不起啊，哥，都是沈晓说你不爱沈南星，但沈南星却拿乐乐拴住奶奶的心，让奶奶和妈吵架，为了个长媳妇的人选争吵不休，所以我才答应帮忙认下乐乐，成全你跟沈晓。你要不是我弟弟，你现在应该在非洲喂狮子了。对不起啊，哥，我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可以啊，但你得先去非洲开拓市场，3年之后才能回来。啊？哎，好吧，好吧，不过还是祝大哥大嫂还有乐乐一家团聚啊！是啊，阿姐呀，南星受了这么多的波折，你呀，今后一定要对他好一点。放心吧，奶奶。我会用我的后半生好好照顾他们母女俩。